新加坡急了，真的急了！为了洗掉网上疯传的印加坡标签，官方连甩14道禁令啊，甚至反手把锅扣在咱们中国平台上。但这真的是所谓的虚假叙事吗？今天呢，咱们就撕开这层遮羞布，看看这个锅到底该谁背。咱们都知道，新加坡啊，那可是咱们华人圈子里出了名的优等生，号称是花园城市，主打一个干净、整洁、高端。结果最近网上疯传说新加坡啊快被印度人给占领了，特定族裔的人口直接拉升了新加坡街头的浓度，这还了得啊！新加坡官方一听，当时就坐不住了，于是乎一场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越描越黑的公关大戏就这么轰轰烈烈上演了。就在这几天啊，面对全网铺天盖地的印加坡言论，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丽明大姐直接亲自下场定调了。人家在镜头前面那叫一个义正辞严啊，拍着桌子说，这纯属无稽之谈，这绝对代表不了我们新加坡人的真实想法。你以为光靠一张嘴说就完啦？太天真了啊！那紧接着呢，新加坡官方直接掏出了尚方宝剑，一口气向好几个国际社交平台甩出了14项屏蔽指示，强硬要求必须给我在新加坡境内把这些帖子全封了，一条都不能留。好家伙，说好的言论自由，这也是不要脸啊！再看这套连招打的，是不是看着特别眼熟？雷厉风行，干净利落。这按理说，这部长出面了，警察也出动了，帖子也删了，这事儿该翻篇了吧？结果呢，老天爷专治各种不服啊！印加坡这3个字啊，不但没有从老百姓的嘴里消失，反而像是在油锅里泼了一瓢冷水，轰的一声，彻底炸锅了。越删老百姓越讨论，越封老百姓越逆反。为啥呢？因为你把人家的嘴堵上了，但是你没把人家每天挤地铁受的罪给灭了。咱们先来看看新加坡官方这波危机公关的叙事逻辑啊，那简直干脆溜落到极点。总结起来呢，就是4个字儿：境外势力。几个大部长一碰头，得出一个结论，这些说我们人多拥挤的视频肯定是外部势力的恶意挑拨，这帮人用了极其侮辱性的词汇，甚至极大概率是源自中国平台的虚假叙事。哎呦喂，听到这儿啊，我真的是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了。中国网民连你们的牛车水朝哪边开门都不知道，能隔着10万8千里捏造出你们大宝森节庙会挤破头的画面？合着你们新加坡老百姓觉得日子过得憋屈，觉得街上人多，全是因为看了几个中国 app 被洗脑了？大哥，你这锅甩的有点太生硬了好吗？官方一口咬定这是虚假信息，那咱们就来聊聊到底什么是真实。在官方的高大叙事里这些视频呢是恶意的，这我不否认拿种族说事确实是不太讲武德，该封。但是你封视频就封视频，你不能借着封视频的名义，把新加坡普通老百姓心里那点最真实的绝望和焦虑一巴掌全给扇进垃圾桶，对吧？你仔细品品新加坡政府这套话术背后的潜台词他们实际上是在跟老百姓说，你们觉得生活拥挤，你们觉得职场压力大，错，你们那是受了中国 app 上那些不良信息的蛊惑，你们被洗脑了。大哥，你糊弄鬼呢？其实现在新加坡普通人的压力真的很大。首先呢，就是这2年这个房租涨得就离谱，想租个房子都要靠抢，上班就更别提了。尤其是在金融或者 IT 行业外籍面孔是越来越多了，本地人肯定觉得不爽感觉升职的路被堵死了。而且大家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在办公室里待着总觉得有点格格不入，好不容易熬到周末想出门逛逛，到处是人山人海，甚至觉得自己的生活空间被挤占了，这种感觉挺心累的。你把内部实实在在的结构性矛盾极其巧妙又极其无赖的归咎于中国平台，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等于是一巴掌把老百姓真实的痛点给扇飞了。老百姓心里能没意见吗？每次老百姓一抱怨人多，新加坡官方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啥？你们知道吗？砸数据。律政部长兼内政部长尚木根大哥那是经常拿出一副我最懂的派头，对着镜头甩出一张统计表，大家不要慌，看看数据，在咱们新加坡的公民里，华人占3%还多，印度裔才占不到8%呀，8%呀，同志们，这怎么可能出现被占领的情况这纯属造谣，抓起来！单看这个数据确实没毛病，8%嘛，少数中的少数。
但是啊，这里面藏着一个巨大无比的能把人忽悠瘸的统计盲区。部长嘴里面强调那个词儿叫公民和永久居民，但是各位，新加坡是啥地方啊？它是全球的十字路口啊，它高度依赖外来劳动力啊。那除了这些有户口的，新加坡还生活着足190万的非居民人口。这是个啥概念呢？他们是拿工作签证的打工人，是高级外教，是外企高管。而在这近200万的大军里啊，特别是那些拿着高薪就业准证的 IT 精英、金融大佬中啊，来自某神奇国度的比例那是高的吓人的。我就打一个最接地气的比方，这就好比你去一家火锅店里吃饭啊，这火锅店的老板拍着胸脯跟你说：“兄弟，你放心啊，咱们店里办了至尊 VIP 年卡的会员，92%都是不吃辣的本地人，只有8%是吃特辣的印度老乡。”你一听挺放心的是吧？结果推门一进去，傻眼了。店里面确实没几个拿着 VIP 卡的印度老乡，但是大堂里啊，乌泱的坐着近2000个没办卡但拿着临时饭票的印度老哥。他们不仅霸占了所有的好位置，而且把火锅里的清汤全给你倒成了特辣的咖喱锅底。这个时候啊，你被辣的眼泪直流，跑去找老板投诉。老板指着墙上的统计表对你吼：“瞎叫唤什么呀？我这儿白纸黑字写着呢 ，VIP 只有8%吃辣的。你感觉辣，那是因为你看多了假视频产生了幻觉。你说气不气人啊？”这近200万的非居民啊，他们可不是聚云的撒在新加坡的每个角落的，他们高度扎堆在樟宜商业园，扎堆在市中心的高级写字楼，扎堆在早晚高峰的特定地铁里。官方的冷冰冰的数据啊，和老百姓肉眼可见、肉身可感的生活体感之间啊，撕裂出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这就是所有社会焦虑的终极源头啊！上部跟部长再怎么在网上放狠话，再怎么动用法律抓人，你能让老百姓在地铁里被挤得贴在门上的时候，心里不骂娘吗？当老百姓把亲身经历当成常识，你却非要指鹿为马，说这是虚假信息，这简直就是在公然侮辱全新加坡人的智商啊！其实吧，这个事儿要往深了挖它早就不是什么谁抢谁的饭碗，谁占了谁的房子这种普通的劳动力竞争问题，它触碰到了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的大动脉和精神痛点。新加坡建国这么多年靠什么立足呢？2条腿走路，对外敞开大门，欢迎全世界来送钱送人；对内搞极其严格的种族和谐。那当年李光耀老爷子花了多大的心血，通过祖屋配额、强制服兵役等一系列狠招，硬生生的捏出了一个多元包容但又有一个统一内核的新加坡人身份。但是现在呢，平衡被打破了。当海量的同质化极强甚至带点文化侵略性的外籍人口狂涌而入的时候，新加坡人慌了，他们心里面那个最大的恐惧被引爆了。我们引以为傲的多元文化，是不是正在被一种单一的强势的外来文化给吞噬了？我们在自己的地盘上，是不是快要成要饭的了？这才是那14条被封杀的帖子里藏着的最深的国民焦虑、文化主导权和国家归属感的全面丧失。面对这种级别的大危机，你猜新加坡官方是怎么解题的？他们根本就解不出来因为他们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新加坡的经济想要继续涨，他就必须依赖这些廉价又好用的外籍劳工和高管，但是引进的人越多，本地人的利益就会被挤压得越狠。短期内政府拿不出任何能平衡两头利益的改革方案，没有金刚钻也揽不了这瓷器活那怎么办呢？解决不了问题，就只能解决提问题的人喽。拿出一个叫做网络犯罪危害法令的大棒，到处敲地鼠谁敢在网上抱怨印度人多，一棒子敲晕，强行给你降温。这种做法真是蠢到家了。你以为你维护了社会稳定，你是在疯狂透支政府的最后一点公信力。当老百姓发现我连抱怨一句自己的日子不好过都有可能被扣上一项受外国势力操纵、破坏国家稳定的帽子去蹲局子的时候，他们对你的信任就彻底归零了。你今天封了14条帖子，明天呢？后天呢？只要那190万人在那儿挤着，这股对立的情绪就会像高压锅里的蒸汽一样越积越深，直到有一天砰的一声把整个锅盖都给掀翻了。我觉得靠堵住别人的嘴换来的太平那叫掩耳盗铃，那叫自欺欺人新加坡官方这次按照法律封禁帖子，程序上咱们挑不出毛病，
但是你再怎么走程序，也掩盖不了一个铁血事实呀。外来人口海量涌入，把本地社会的生存资源挤压干瘪，把本地文化冲击的是七零八落。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内部矛盾，是一个烂在骨子里的病根啊！动不动就把这股舆论风暴甩锅给中国平台，甩锅给海外网民。这不仅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反而把管理层那种遇到麻烦就当缩头乌龟，不敢面对国内复杂矛盾的虚弱本质暴露的淋漓尽致。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